凭什么？就凭你是曾经的北阙国主。曾经这两个字，未免刺耳了点儿。功力还不错嘛，这要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可不一定打得过你。不过现在的你，在我的眼里，就是一只蝼蚁，是吗？虚念宫、如洞冥王宫、魔仙剑，三个如此强悍的功力同体，你就不怕断了经脉吗？既然你要打，那我就拼尽全力。昔日有人将毕生功力凝于13剑中，用此13剑踏遍南绝，一剑一高手，让整个南绝为之震动。他就是我师父羽生魔，一剑关尽天下业。师父，这13剑你若在泉下看到，可别说我糟蹋了你的好剑法。简直是受了点小伤吗？看来不是一般的天生五脉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鼎之。叶。我曾经见过一个武功精彩绝艳的叶，他本出自于我们北阙，可到最后，却当了北离的走狗。他不是走狗，他是顶天立地的大将军，是我的父亲叶羽。什么？叶羽是你的父亲？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在你临死之前，我让你看看虚念宫最神妙的地方吧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天下第一！挺哥，别过来！让开！姐姐，父亲，是我，我是瑶儿。瑶儿，你是我的瑶儿。父亲，停手吧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么多年你没有见到我，一来你就要阻拦我吗？姐姐，就差一步了。北阙这20年来的筹谋就差这一步了，有可能就因为你此举功亏一篑。姐姐，你3死了，如果不阻止父亲，才是真正的害了他，害了北阙。妹妹，我们不要因为早已坍塌的王座，而去发动一场根本赢不了的、万劫不复的战争。好，你们若是要阻止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的话太多了。现在谁也阻止不了，能阻止虚念宫的，只有虚念宫。巧了，我也会这破烂功。你是谁？女婿。
云哥，我来了。唐军，没想到我闭关不过20年，这世上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居然在同一个时代内，同时出现3名虚念宫的修炼者。好，我今天要将你们俩的功力全都消纳了。做梦！大河之水，天上来！冬之，瑶儿，姐姐，没有用的，这不是我们能阻止的。你们死定了！东君，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，不差这一次。云哥，都来！云哥，不要！这样你会死的，你听见没有？还来！竟然是天意！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把我余下的功力都传给你。岳风城，你疯了吗？云哥，云哥，不要啊，云哥，快停下来，你会没命的！谁在叫我？快停下来，云哥！是东君。云哥，你醒醒，不要被迷惑了心智。云哥，快回来呀，云哥！回不来了。我的家人死了，师父死了，妻子也被带走了。这个世界没给我存下半点善意，那我也决定不再报以善意。百里童君，对不起啊！父亲，父亲！东君。3个人的力量，他居然做到了。云哥，没用的，他已经入魔了。任鼎之，住手！得死！云哥，云哥，停下来！停下来！父亲，不要！东君。百里童君，
你不明白是吗？那我就讲给你听。我练魔仙剑时，就已经种下了魔种，虽经压制，但却并未完全消除。文君回来后，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了，但没想到，这只是一个局。不够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被诬谋反，满门抄斩，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。所以，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，我要做下棋的人。百里东君，别再那么天真了。没有人会永远像从前，整天傻呵呵的，不知人间疾苦。我现在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做叶云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云哥，云哥。你自己留在原地吧。叶鼎之，我在此修炼近20年，只在收复北阙，戒之背离。可到如今，我的心愿就此要停止。你很好。现在体内已经有我们3个人的真气，足以纵横天下了。你想做执气人，那就统领全北域的宗族，带领着北域的铁骑，踏平中土吧。你死于我手，不恨我吗？英雄立于世，心中爱恨，岂能如此凡俗？我心中最恨就是背离。如今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，那就请你记着我的遗愿，做现在天下第一，踏平背离。宏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有个人忽然杀了进来，他的武功实在太高了，谁都挡不住他呀！可是一个中年书生和一个白衣少年。是我。
叶挺之。你这一生还剩下最后一句话可以说，我希望你珍惜这句话。一切都是我和吴相使的谋划，不要杀月清。我叫叶鼎之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新宗主。不服者杀！瑶儿，没什么，就是想到了父亲。东爵，我自小与父母分别，对于我父亲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。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过节，我想去街上看花灯，我父亲就和我佯装成普通百姓的模样，混入灯会。他会将我扛在肩头上，他的肩膀很宽厚，很温暖。与父亲的重逢真的太短暂了，像是一场梦境。你说，要是我早日打开那扇门，是不是就可以劝劝父亲了呢？瑶儿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多顾及你的感受的。我们都会责怪心中的自己吧。不过，终究是要向前看的。到了，瑶儿，你看，东面的天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辰，瑶光。帝君，东升瑶光，西起帝君。安朝停了。
蓬莱岛，我终于到了，真是感慨啊！莫一前辈，许久不见了。前辈还是这般的风神俊了。前辈，你说说你，都40好几的人了，还顶着一副17、18岁的皮囊，羞不羞？你怎么不问问你师傅，100好几的人了，顶着个17、18岁的皮囊羞不羞啊？真是个不善良的小孩，难怪武功全废了。前辈不愧是神仙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怎么被废的？伤心事了，不提了。还是年少啊，这有什么值得伤心的？小百里，你练的内功叫什么？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。这的确是一门很厉害的内功，但还不够。还请前辈教诲。如仙见秋水，心生感悟，创秋水诀。可这毕竟是他的感悟。你练得再好，用得再熟，也终究逊色如仙几分。再者，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这本就不够。随我来。你师傅呢？我师傅出门远游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这怕是很难再回来。前辈此话怎讲？你师傅去了北面，极北之地。我师傅去做什么？那我来这里又是做什么？前辈，如今我武功尽失，你就别再说这种高深莫测的话了。武功尽失，又不是脑子没了。天外更有天，武之一道，所求无尽，所成亦无尽。越强的人，责任也就越大。北面的冰原，西面的荒漠，东面的无垠大海，南面的万众大山，人间绝境，四方圣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去镇守一方的。我？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。越过石碑，你就能看见真正的绝境。天无尽头。以前的人留下来的是“天尽头”3个字，可我觉得，所谓尽头，不过是我们的目光有尽头，而并非真正的尽头。所以我便改成了“天无尽头”。那边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去吧。古籍《山海图志》里说，在天尽头是一处深不见底的悬崖，缭绕云雾在那里汇聚，竟如海水一般奔流而下。急速的奔流燃起火焰，将整片天空烧得通红。
另一本古籍《天风野录》里说，这天之尽头，每当有盛世来临，会有众仙来朝，万佛参拜，是绝世仙人之住所。我想，这写书之人一定来过这里，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云雾背后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或许确是仙人佛祖，或许不过是虚梦幻影，又或许真的到了天的尽头。这不是我等可以探求的了。现在，你可知为何我说百川贯河还不够了吧？千丈云海奔流而下，光听声音，便如千万匹骏马踏碎荒原。假使这是一片无垠海面，一望无际，哪怕是用最快的船，日行千里，行上1年、10年，也无法看遍整个云域。世间万物波澜多彩，有太多未见过的景，未见过的物。所以说，只看百川归流入海，还不够。是极是极。秋水时至，河伯自傲，但是在这大海面前，却也只能望洋兴叹，更别提这无垠云海。可在这极景之下，也不过尔尔。内力没了，便重新再练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只要你的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只要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如先见秋水入河，便创出秋水诀这样高深的内功。如今你见这极地绝景，是否也该创出更加高明的功法呢？你是说，光看这奇景，便能创出一套内功？可你看的不只是奇景，还有天道。未来的日子，你就在这石碑后，好好想想你的内功。前辈，你可是认真的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万物皆有道，你能临着天道锤炼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好好珍惜吧。莫一前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观海，潮起潮落，真如人生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温和有礼的人，妹妹随我一起长大，也曾天真烂漫。可能是人生太长了吧，走着走着，心就乱了。我们活在世间，或许一直在摸索自己想要什么。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关系，但一定要清楚自己不要什么。抛下自己不想要的事情，一切事就会变得明朗起来。前辈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讲大道理的老师？我都有些不习惯了。唉，年纪大了，看到有缘的年轻人，便忍不住多说几句。我听说呀，2月之前，南阙10万大军压境，不出7天，便夺了我们10座城池啊！幸亏琅琊王及时赶到，不然他们一定会一路北上，直取皇城啊！这形势也是令人担忧，担忧
我们南安城离北境、离皇都都那么远，总兵大人又何须担心呀？啊，这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随时准备提刀策马，上阵杀敌。今日我就上书一封，恳请总督大人让我领兵1万，直奔南爵，以为天下之表率。南安城总兵部下不过600，还都是些守城的兵。谁人如此大胆，妄议上官？在下谢轩，乃一介书生，途经南安城，被一场雨困在了这里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南安城的兵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不是你的兵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大胆！你个小小的书生，竟敢挑衅总兵大人！大人不降，难道你降？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，可带兵打仗，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。比如说，你会用剑吗？我读过很多剑谱，我还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呢，都是些绝世的剑谱。书生，你若会用剑，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。虽然我嗤之以鼻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，会是怎样一柄好剑？唉，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俗气的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天下从不缺名剑，缺的是名剑士。大人，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。你的剑太久没用，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。剑仙，仙，一剑便成仙了吗？可惜，你说了不算啊。乱世如雨，落下来的时候，谁也躲不开啊，便只能入世了。明德7年冬，南爵北上，北蛮临江，西域不安。次年立春，魔教正式东征，进犯中原武林。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南爵，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。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，御敌国门之外。八公子之柳月、清歌、墨尘前去相助。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镇守国之西门。朝下，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，为正道魁首，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。这边可真冷啊！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。
哟，这么巧啊！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，7盏星夜酒有没有？我可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银月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银月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自然是听说了。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啊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，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这么说吧，我平生所见之人，只有1人比他强。师傅。对。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，和叶鼎之的不一样，很奇怪，形容不上来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到时候以剑试之，不就知道了？二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还故意压低嗓音，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，像柳月师兄那样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大师兄你就嘲笑我，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，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。我哪敢嘲笑你啊！快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因为这样，显得更有杀气。行行行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，拿着它，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，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。我听说你在来之前在东极海市府。是啊，我看到你爹了，他废话还是那么的多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谁要问他了？嗯。谁在这个时候吹笛子啊？听着还挺动听，而且没什么敌意。那就好好听听吧，美酒配笛声，妙哉妙哉。哎，司空长风，我去仙山前听说你要成亲了，你可有收到我的信？等我回来。有是有。大师兄，你这信可来晚了，他刚抱得美人归，猴急着呢。你信送来的时候，人家早就成亲了，现在女儿都抱上了。哎，喝什么酒啊？别喝了。
这么不仗义。别呀，这么好的酒我不喝谁喝啊？可别浪费了好酒啊！你别生气了。自然是有人喝的。外面的客人，要不要进来喝一杯？主人未请，不敢进。客人不曾说出姓名，主人又如何敢请啊？我的名字很普通，不如里面的各位。就算说出来，你们也未曾听过。他不像是魔教的人。百里前辈又未曾见过我，又如何判断出我不是魔教的人？因为你身上的气息太过平凡，而魔教之人总是自命不凡。主人允了，进来吧。遵命。我叫叶小凡，不知小叶兄弟来此有何贵干？叶某不才，也想加入雪月城，一起对抗魔教入侵。哦，加入雪月城可不简单。二师妹，试试招。等很久。女人这么冷可不好啊。是啊，这得全天下最暖的人才能降得住她。哼，有几分能耐？还没完。这剑法，你方才说你姓叶，其实我本不姓叶，可这叶姓从何而来？我们村里以前有过一个懒汉，一天到晚只在树上睡觉，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土匪，他就从他睡觉的那棵树上随手折了一根树枝，跳下来把土匪都打跑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成了村里的姑娘们最想嫁的男人。好多小孩吵着闹着要和他学武，但他只交给了我。不过，我从来没有管他叫过师傅，因为我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做我的姐夫。这个人，便叫叶小凡。那为何你现在叫叶小凡？后来，他从村里走了，我问他我要去哪里找他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他说：“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”我就说我叫叶小凡，他定会来找我。你叫叶小凡，那他怎么办？他说他会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，以后便叫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你是魔教教主的徒弟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现在还是你们的小姐吗？小姐永远都是小姐，即便是教主，他若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也是会拔剑的。
赵必坡。通往此路便可找到阵眼。是的，这孤虚阵原本是兵家之术，能在冥冥之中将气运引到己方心上，以此压过敌方一头。虽然魔教布的是鬼阵，但破解之法也大同小异。鬼道必主藏，这阵眼自然在这山间最能藏气处。在山的西北面，有一座绵延无际的群墓，葬着当时韩玄以及整个韩家军。韩玄欲反，却因兵败而被坑杀。这叶鼎之不是也要反吗？兵有兵器，兵器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却越聚越深，自然便是山间的藏气之处。好，你可愿继续用剑戟为我开路？荣幸之至。果真是一把好剑，它叫什么名字？人间道理万卷书，我的剑叫万卷书。哈哈哈！有此好剑开路，必当得胜而归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你去了，无人替谢玄护阵。他的剑正好又在为我开路，此时敌人来了，他可就得死在这儿了。你就待在这儿，待我破了阵，你便一直往东去阻拦你那好兄弟。可你一个人？放心吧，在遇见你之前，我一直都是孤身作战。走了。不必担心，北离星剑，南蛮用刀，世间用枪者寥寥，以至于世人忘了，枪才是百兵之王。世间鬼魅最怕的，便是这枪。来了这么多天，我觉得这里异常阴冷，原来是因为这些冰幕。一想到日日睡在这冰幕之侧，还真是有些不敬啊。在下司空长风，是世间一名浪客。飘荡到此，见到各位英雄，没有带香，便以此根长枪作为一炷香，遥敬各位英灵。哎呀，完了！刚刚忘记问的死书上找到针眼之后该怎么办了。这么多坟，难不成一个个得给他挖出来？啊？孤魂草。我怎么看到针眼时闪了一下？有人接近针眼了，长老。无妨，接近了又如何？他破不了阵的。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啊！听药王说过，这孤魂草多长在山野坟地之间，最喜欢土壤肥沃的地方，聚气之处应是最茂盛的。
我有一套枪法，名为惊龙变，是我师父李长生所教。今日我不用。我还有一套枪法，枪起翻云，枪落覆雨，今日我也不用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她的名字很好听，叫做司空千落。我很想她，所以我创了一套新的枪法，名为千落。诸位将士，可看好了！长老，到底是谁的枪剑，竟能如此延绵浩瀚？司空长风，第1000枪，便送诸位将士魂归故里。胜破了，杀！狼狈了，狼狈了！待会儿见到百里东军还有谢轩，一定要说自己只用了1枪，可不敢说用了1000枪啊！司空长风，还活着呢，任务完成了。走了，走了。哎呦！多谢，别让我失望啊！定不负君之所望。玉珍，我驴呢？在这呢，师兄，等一下。快点啊！待会儿我可就下不了山了。让你给我装行囊，你就给我随便打包一下就好了嘛。来，师兄，哎，让我看看你给师兄我带了什么。都是我亲手种的桃。我又不是你，那么爱吃桃。况且这桃，真是给我吃的吗？说什么呢？你不要拿，没道理给人的东西要拿回去啊。好了，兄长我走了。哎，师兄。别想了，你不能去，好好在山上待着。哎呀，想去的不能去，不想去的，非摁着脑袋逼着去，真烦人呐！人家老婆没了，讲回来天经地义，我们干嘛非得掺上这一脚呢？要我说，就赖我们师门规定不能娶妻，圈一帮牛鼻子，不解风情，还坏人姻缘，作孽啊，作孽！玉珍，你可不能学他们，以后要是有了心上人，提刀提剑要把他娶回来，啊！哦，你不能下山，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师兄，你还走不走了？走走，这走了，走喽！师兄保重啊，早日回来。
以此山为界，魔教之人休想跨山一步。你说不过便不过，我看还是我们说了算。想不到域外之地，竟然还有这么多高手。关键是他们人还多，来了一批又一批。不是他们人多，是你们心太软了，总是伤而不杀。他们回去养一天伤之后，第2天再来攻打你们的山门，当然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喽。是。是你们，暗河？没错，不知道各位正派的朋友是否欢迎呢？他们都要死完了，还不欢迎我们呢？不过小昌河说的对，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，就是矫情。他们都要杀你们了，你们肯定是要杀回去了，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傻。你们暗河至此，该不会只是来嘲笑我们的吧？当然不是了。虽然我们暗河之前杀人只看重钱，但这一次是我们暗河第一次做不要钱的事。因为我们大家长说了，魔教入侵北离，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会影响我们本来就不太好的生意，所以喊我们过来帮助你。你们玩什么花招？我们暗河虽然是杀手组织，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是有国家大义。暗河，送葬师苏昌河。暗河，斗笠鬼苏哲。是不是还少一个同伴？我记得那个人跟你苏昌河形影不离。你说他啊？做魁了，当然不跟我在一块儿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也来，还是主力。暗河，魁。看你们这架势，不会帮完忙把我们也杀了吧？放宽心，不给钱，不杀自己人。是你们，小师兄，这是？他们是暗河，天下间最神秘的杀手组织。你就是琅琊王啊！久仰大名，我叫苏哲。不要紧张，我来此不杀人。暗河拦路，不杀人。你就是木暖丫头吧？这张面皮不错，
你的面皮呢？为什么藏起来了？老了，不像你，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我见犹怜啊。这些年，在外面过得可好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看来过得挺好，那就好。当年那一战，活着的只剩下我俩了。没想到，今日会在此地相见。你的官话什么时候说的这么好了？失态了，失态了。我还想瞻仰一下侯爷的风采。侯爷的风采就先别看了，要不先看看李先生的风采。师傅，您，哎，许久未见了。苏哲老弟，咱们俩也许久未见了吧？原来是李先生啊，好久不见。这个人就是天下第一的李长生。我要是把他给杀了，那我也是天下第一了。那你就是天下第一蠢了。侯爷的风采还需要再看吗？不了，该看的我都已经看到了。长河、木鱼，我们走。师傅，您回天起，咱们再叙旧。我们走吧。传信给第一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不成。传信给第二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成。怎么样？多年不见，重遇故人，感觉如何啊？当年的经历，现在想起，背后都是汗。方才那个是苏哲，是当年苏家的第一高手。我知道，斗笠鬼啊！但你放心，你现在不是暗河的人，就算是斗笠鬼，他们也不能抓你。既然他认得你，就应该能猜出我们用了面皮。幸亏苏冷模仿得像，不枉费我跟你说了一晚有关师傅的事儿。虽然云哥的事，我对小师兄有怨言，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，我都会相信。只是，我有我的安排。进来吧。见过小公子。这位是苏冷，我爷爷的贴身护卫之一。他父亲当年同我爷爷一同出征，是镇中的第一细作。哦，细作就是学什么像什么，要假扮农民就像农民，要假扮商贾就像商贾。这位姐姐最善易容之术，她做的面皮可谓是天下第一，完全可以以假乱真。哦，姐姐，我想请你为我做一张面皮。是假扮谁？他是谁啊？果然跟我画的十分相像啊！暗河行事谨慎，他们应当不敢冒这个险。老叔，这一次是什么事情把你从总堂给请出来了？当然是急事了。
急事？什么急事？你们走了之后，提魂殿又接到了另外一桩单子。另外一桩单子，一单是要杀百里洛尘，而另一单是要救百里洛尘。老叔，我们暗河接单子向来都是接一不接二的，只要接了第一家的单子，不管第二家开再高的价格，我们永远都不会辩解。是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了我们家老爷子的想法，让他做出这样的缺德事情？第一，杀百里洛尘本身就太难了，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第二单的客人身份更加尊贵。陛下，如何了？事成。那便好。可亦有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李先生再次现身了。这第二单的客人，只要他下定决心，那这第一单的雇主就是必死的结局。李长生，李长生为什么回来？他就算回来，为什么要和百里洛尘一起？为什么都要和本王作对呀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殿下，冷静。冷静？你让本王怎么冷静？殿下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有屁快放！李长生，陛下不是也很忌惮他吗？这次他和百里洛尘一起出现，岂不刚好给我们机会，一网打尽？你很聪明，都是帮殿下分忧罢了。分你个头啊！殿下，那李长生是什么人？你说一网打尽，大内所有高手加上国师一起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你让本王去杀了他，用你的头还是本王的头啊！滚！是。这将死之人的钱，大家长觉得，我们不如就顺便赚了吧。唉。李长生，他不是说再也不回天启城了吗？我不相信真的是他。茶。是。东君啊，我向回宫复命，你先入住行馆，我去避嫌，近几日暂不能来寻你。好。跳。这个张御史啊，你说你在这儿来来回回，把胡某都绕晕了，你干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罢。哎，你呀你，都这种情况了，你还喝得下去？张御史，你这话说的，这可是碉楼小筑啊！你来都来了，不品一品这美酒，那岂不可惜？来，来一杯。陛下，让御史台派个人去审镇西侯，
要不你去？哎呀，哎呀，不行，这喝酒可以，审问的事儿干不了啊！要你何用啊？我以为啊，你早就习惯了我胡某在御史台吃白饭了。哎呀，张御史啊，我这个酒已经喝到位了，您就兀自在这儿瞅着。这我先走一步啊，告辞。哎呀，这好酒。还好今天喝的少，不然留神酒味给娘子闻到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我前脚刚从碉楼小筑出来，这后脚又踏入了这百花楼。哼，今日可谓是酒色双全呐，只可惜多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哼哼，回使，我见过你。哦，在通缉令上。回使真会开玩笑啊！你当真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认不认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剑比较快。好了，启程。师父，我会记住的。枪法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司空长风。你想胜过我，然后名扬天下？有这个想法。可我还不想让路。只要打败了枪王，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枪王。枪王有很多个。可是你，是可以成为枪仙的。司空长风，先生让我来寻你，问你一句话，可否愿意随我去一趟天启？真正的去一趟天启。师傅，既然我回来了。镇西侯的事儿，就交给我吧。我也知道最近你在筹备天启内卫司，需要4个高手。我刚收了个弟子，说不定能帮到你。师傅，您的关门弟子不是东君吗？不是，是个小枪仙。东君欺斩星夜九助你破境之时，你见过。徒儿呀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能帮到你了。你去找到他，就说是
我的意思。那边去吧。文君，文君，我回来了。云哥，云哥，吃饭了。哎。 香啊！此次天启之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次去见到东君了吗？说来我也有10多年未曾见过他了。我是朝廷钦犯，现在情势敏感，怕连累他。 就不见他了。等他事了，我给他写信，要他过来。嗯，好。来尝尝这个，真好吃。多吃点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。 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会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这位天山派的王兄弟，你来找忘忧老人何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。 我呢，修炼到了瓶颈，一时不能突破。听说忘忧老人修6法密通，境界高深，所以我想请他来替我指点迷津。就你方才吼那2嗓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挑事的。哦，误会，我绝对没有不敬之意啊！不是，不会是因为这个，所以忘忧老人他不愿意出来见我吧？忘忧老人没有不理你。 他因是去外地与其他隐士郊游了，如今可能不在山上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他去的也不远，通常过几日就回来了。王兄如不嫌弃，进来吃杯酒，歇歇脚。哎，不嫌弃，不嫌弃，还望兄台你别嫌弃我才好呢。不知兄台怎么称呼啊？叶鼎之。 天山派王仁孙，请，请。太和18年，北离国泰安帝病重，夺嫡之战愈烈，无数朝廷重臣因党争被敌对势力杀手暗杀，一时间天启城血光笼罩，人人自危，史称6王夺权。 为了抵御这群不明杀手的入侵，琅琊王萧若风、灼心剑传人李新月、无极棍姬若风、唐门唐连月、雪月城司空长风创立天启内卫司。在他们的合力下，天启城在历经短暂恐怖后重归安宁。这4人从此被称为天启4守护。然混乱稍平。 泰安帝却突然病危，6位皇子以亲王为首结盟发起兵变，一路杀至平清殿，逼泰安帝传位。
萧若风率天启4守护及虎贲军将平定叛乱，生擒亲王。这边，看这个事儿。 禀琅琊王，如何？叛军余孽皆已捉拿收押，留待大理寺审理。参与叛乱的皇子有些业已伏诛，而活下来的都已经看管起来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成王败寇，本该如此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 带下去。是。燕神，保护王爷！来吧，殿下，来世再见。 后层吧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传位，三皇子萧若锦。为何主子不自己做皇帝呢？因为他从来都不想做皇帝，想做皇帝的也从来都不是他。王爷，技能冲天，何不为龙？你知道，我们都会帮你。笑英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年幼的时候，我的母妃不受宠，我们母子三人过得不太好。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下了很大的雪，现在想想，都觉得真冷啊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身体又不好，挨不过那么冷的冬天了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我母妃的陪嫁丫鬟用命请来了太医，太医来了看我这样，
就知道我家不受宠，就不想治了。那时候我记得，我哥哥就那样跪在雪里，给那个太医磕头，求他救我。后来雪停了，我得救了，我的哥哥却变了。如果说他以前是一位温柔谦和的皇子，那么自那以后，他就变成了一位手握利剑的君王。出身皇家，非我所愿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像我的师兄弟一样，一人一剑，肆意江湖。但是我的兄长不一样，他自幼学习的便是如何成为一位君王。他有魄力，亦不会如我这般感情用事。以后，他会是一位好君王的。新的一年来了，不知会和旧年有何区别？太和18年申冬，泰安帝崩殂，传位三皇子萧若锦。次年春，新帝改元明德，册封原侧妃懿文君为宣妃。兄长册封宣妃，可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你说，如果世人知道孤的爱妃不在宫中，孤会不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呢？看来兄长这些年一直未放弃私下寻找的。宣妃离开这宫中太久了。唉，唐连月走了，司空长风也走了，姬若风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。你当初辛苦成立了天启寺守护，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星月，你就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不是还有师兄你呢吗？见星有月，睡梦杀人，有你们夫妻二人啊，就足够了。我就是怕呀，内忧刚息，外患又起。我觉得，懿文君这事儿，有北阙的手笔。你说的没错，忘忧老人给我传了封信，说姑苏城外的那间草庐里，叶鼎之和孩子也不见了。如今懿文君出现在了天启城，那叶鼎之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会？我是在想，北阙想从这整个事件中得到什么？叶鼎之，我倒不怕他现在来闯天启，我怕就怕他不是现在来。我也收到了消息，东军离开雪月城了。多事之秋啊，希望我的预感不是正确的。那你还放司空长风走？他我是留不住的，他总会走的。天启城太小了，
只有江湖能容得下他这般席卷天地的长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留有后手。我与他们做了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我与他们约定，只要他们手握令牌，当以后若有人需要他们守护的时候，他们便会出现。如果他们死了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后代也不能丢弃这块朱雀令。哼，萧若风还真是看得起我。像我这样子的人，怎么会成亲，又怎么会有后代呢？走了，浪迹天涯，撤！他还是那样。叶鼎之入魔一事，对他打击挺大的。他心底里最不能接受的，不是叶鼎之对他做的事情，而是从今往后，他彻底失去了他的云歌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的是东君的内力。小师弟全身真气被瞬间掏空，想必内海一定受了极为严重的损伤，必须得有一个高手帮他重塑内海。内海之伤不及时医治，恐怕之后他都再难习武吧。师伯这般厉害，可有什么办法？我没有办法，我能想到的高手就只有师父一人。可如今师父他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海外仙山。海外仙山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哎，这么说来，你们之前也曾到过那儿？我和东君在雪月城时，曾四处游历，有幸到过仙山，和莫一先生有过一面之缘。莫一先生，莫一先生他一定有那个能力。如此甚好啊。只不过这海外仙山，我恐怕就不能陪你们一起去了。为何？这海外仙山啊，只见想见之人。我在多年前曾做过一件错事儿，以至于我一旦靠近这仙山，整条船都会被海浪掀翻。师伯做了什么？在多年前，我提着一把剑，砸了整座山，伤了很多人，还拆了几间道观。最后一怒之下，把整座山都给烧了。莫一和他的师傅就住在那座山。嗨，往事休提嘛，都过去了。咱们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样劝东君动身吧。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要做叶云，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，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你就自己留在原地吧。东君，东君，小师弟，不好。多谢师兄。你内海受损，这时候切莫自行调息，这没用的。
不是若是我内功尚有一点留存，我都可以自欺欺人的说，云哥对我留了手。叶鼎之他的确对你留了手，但总之你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。方才我同月瑶想了个办法，由他陪同你去寻海外仙山，求莫一助你重塑内海，这样可好？都说在天启城待久了，人的锐气都没了。想来是真的。真个屁！你怎么来了？你那天晚上没说话，我以为你拒绝我了。这。哎，这，哎，别跑啊！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走的那天本来是想去找你的，但又怕你嫌我烦。风小雨，你是不是也喜欢我？姓金那家伙真的没有骗我。我们的事，跟那个戴面具的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要他说了算？不算不算，你说了算。你停下来说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枪！哎哎，风秋雨，别跑啊！枪！你呀你呀，御史台那帮废物不敢来见我，怕我这个烫手山芋，把你派来。但你这个混不吝的，是一个承蒙父荫的败家子，来我这里打听，无论是好的坏的，你必然是没有东西可以问得到。侯爷，通通。不过，御史台的算盘他们打错了，你不问，我却要讲。我不听啊！我不听！我不听！不听！不听！你是要让我把你的耳朵拧开吗？侯爷，您说，我记着。阎王比催人命。侯爷，我希望您说的话可以不要太多。我这老人家说话就话长，要不东君，你来替我说。镇西侯府有杀人刀10万，镇守国之西门，勿有乱国之心。此番入天启，由世子百里成风率领破风军。世子尚武性格冲动，不过事前已告知世子，无论此番生死何回，镇西军断不可轻举妄动。镇西侯府坚信，七御史监察百官，明察秋毫，定能还镇西侯以清白。如若必要，镇西侯愿与诬告者当庭对质。万望御史将镇西侯所愿上达陛下，吾镇西侯府万谢。这些话多吗？不多不多，公子啊，你这一字千金呐！你要是再多说几句，我这个手抖的就写不下去了。你要走便走，本侯爷不打算留你了。东君，送客。小公子，你方才那番话，通篇就一个意思，我没有乱国之心。倘若你要杀我，我10万破风军，直指天启，说打就能打。哼，佩服佩服啊！
我朋友说这7盏星夜酒，大胜秋露白，不错，想喝。若是你后面证实我爷爷无罪，别说7盏，送你7坛又何妨？小公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这酒我喝定了。哦，戚御史又判决了，无证之罪，戚御史有什么资格判？小公子，你放心吧，侯爷定能安然无恙。只不过什么？公子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自然，此行我是为了保护我爷爷而来，定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我的意思是，小公子要注意自己身上的危险。我身上的危险？哎，好了，公子，再过2条街便是御史台，胡某自己回去便是。夜路难走，御史也请多加小心。告辞。哎呀，小公子，告诉我们，百里洛城与你说什么？我们不杀你。滚！你比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，说辞就永远只有这一套，没点新鲜感。我告诉你们，敬酒不吃，罚酒我也不吃，我只想吃我自己的酒。别跟他废话，带走。多谢小叶将军，你应该早就料到这一点了。是否我不来，你也能应付呀？怎么会呢？我这一介书生啊。那抛开父辈的事不谈，今日我也算是救了你一命。哎，多谢小叶将军。天启城是非之地啊，小叶将军早些离开吧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。宫里的骆都统，最近似乎不在天启城中。骆都统好像奉命出去办点事儿，但具体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我兄弟这边，定当无恙。君子一言，万死不辞。说，第一件事，李长生当年与百里东军出天启游历，人在半途就已不知所踪。由此可见，这李长生应当是假的。第二件事，我已给锦仙他们传讯，算算日子，应快到天启了。方便吗？随意。老板，来份和他一样的。好嘞。
风雪剑，沈静舟。无名剑客，叶鼎之。我听说过你，你是剑仙羽生魔的徒弟。当年羽剑仙带你闯男爵，一剑连挑数十高手，好不威风。听得我很是向往。我也听说过你，仙人天上来，一剑风雪出，右手杀生，左手慈悲的沈静舟。没想到，萍水相逢这世上最顶尖的少年剑客，静州有幸。有此幸事，当服一大拜。只惜现下无酒，不如以茶代酒。希望叶兄不会嫌弃。沈兄弟既然听说过我，想必也知道我另一个身份。我是叶羽的儿子，北离的通缉犯。我也知道风雪剑沈静舟的真实身份，是宫中大剑卓清的亲传弟子。此乃天启城外，而我未入天启，便仍是江湖之人，所以，我只是沈静舟，你，也只是我萍水相交的朋友，叶鼎之。好。叶兄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沈兄应该仗剑江湖，何苦要回到这天启牢笼啊？师父急召，不得不回啊。原来如此，后会有期。撤，撤！可曾经站在我身旁的你，为何也决定对北离拔剑呢？教主对雨季有救命之恩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和雨季一直觉得，无相使无法带领我们真正的打败北离，所以此前的行动我们颇有忧疑。但教主不同，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，他便整合了域外的32宗门。小姐也知道，域外32宗门在北阙时期便是独立为政的宗门，想要整合，更是不可能而为之。但教主做到了，他值得我们毕生追随。是不是男人都这样？信奉强者，信奉力量，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英雄路。我父亲是，吴相是，就连你们也是。毕竟，每个人都向往美好，不想永远待在这苦寒之地。我们来此，本来是想要迎会小姐，但这句话还未开口，此事似乎就已经没有这可能。我不想看到任何战争，即便我承认，现在的叶鼎之的确可以带领北阙移民回到这片大陆。小姐的内心，我们一直都知道。可是这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私心的。我有私心，齐宣有私心，域外32宗皆有私心。小姐，你也有私心。哦，什么是我的私心？
你的私心叫百里东君。韩义，我认识的叶大哥，不会成为魔教教主的，他一定另有隐情。我想加入你们，亲口问问他的隐情。我听说今天下午，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剑客，独自一人击退了魔教的一次进攻。那人是你吧？是，我把他们都击退了，并且告诉了他们我的名字，叶小凡。我等他来找我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雪月城的叶小凡。大师兄，怎么我刚出去没多久，就来了这么多客人？瑶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新年了，我去见了2位老朋友。别愣着呀，快坐。来，今天过年，不醉不归，喝酒，干！今日乃吾教立威中原之日，望吾教众一雪前耻，不死不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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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主，教主。谢剑仙许久未见，怎么游离到这里来？我并非游历而来，而是握剑而来。谢轩公子这是何意？字面上的意思。如今我乃山前书院新一代院剑，同时，也是一名剑客。家国有难，书生握剑。这是魔教东征的号角，你们听。来这里这么久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阵仗。谢剑仙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天地欲乱，以己身平恩仇。啊？我书读的少，这时候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杀人。就这几个人，还想突围？是叶鼎志。他也如此强了吗？我去通知其他人。好，追！左右护法，姑须阵已布好，
北离的人过不去。祝教主旗开得胜，万天前耻。云哥，长风，百里东君，你也定是来追叶鼎之的吧？这雾不一般呢。背孤击虚，一女可敌万人。孤者，高尚独尊之象；虚者，卑下虚弱之象。孤虚者，兵家战胜之密道也。孤虚阵，你也知道？学堂大考时遇到过，当时天配天无做事，也就是诸葛无成，就是用了此阵，来围困我和云哥他们。诸葛无成，果然，这孤虚阵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阵法，随着诸葛一族的销声匿迹而失传。它乃兵家大阵，有兵家之气。可我带兵数年，这阵看着没有一点兵家之气，反而是鬼魅异常。剑走偏锋就不是孤虚阵了，乃鬼阵。入阵者当如何？